有关于台海之战怎么打的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是，解放军在实战中可能会遇到多路强敌同时来袭，如何应对就成了非常关键的问题。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我是虎妞。4月以来，台海周边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件，一边是美国人联合着日韩、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在我国周边从南到北大搞多场演习；另一边是美国以及其众多盟友进一步与台当局勾结，大肆炒作台海问题。而为了应对美台勾结的不断挑衅，我军也通过大规模的对台军演作为回应。这些动作无不在说明，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战正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不光是我们在为了打好跨海峡登陆战役做积极的军事准备，美国人也同样在为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霸权，阻止我国完成国家统一进行全方位的准备。美军已经连续数年军费创下新高，同时也新近完成了军事力量重返菲律宾的任务，填上了之前在南海东南方向上的缺口。同时通过外交与军事手段，以 AUKUS 等方式，将澳大利亚与韩国先后绑上了自己的战车。这也在说明一种事实，就是未来我军在展开解放台湾的战役时，实际要面对的很可能不是台海这一场战役，而是美军及其仆从们在北面的朝鲜半岛、东面的台海、南面的南海多方向展开了一场军事介入。我军要同时面对美军在半岛上联合韩军越过38线展开的军事进攻，面对台岛周边美军在台军协助下的军事介入，面对南海方向上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冒险。问题就在面对这种多线作战的情况，我军现在是否已经有了充足的能力去应对？对这个大命题，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整个东部沿海的战线拆分开来看，或者说整个从半岛到南海的东部战线，实际上是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方向。这主要体现在对美军以及其仆从而言，总的可用兵力实际上是恒定的，尤其是对美军而言，放在朝鲜半岛的兵力多一些，那放在台海与南海方向的兵力就少一些。只要我们能够在总的可用兵力上能够对美军及其仆从国形成优势，那我们就已经占有了主动权。而另一边，又由于半岛方向与台海、南海方向的战场环境大相径庭，我军所要面对的威胁与主要处理办法又会大为不同。台海方向的作战实际上与南海方向的作战可以算作是同一个战略方向里的一盘棋，可以集中东部战区与南部战区的力量去应对。在这个方向上，美军因为缺少足够数量的空军前进基地，没有办法靠陆基战术战斗机来大规模参与行动，所以其主要威胁都来自于美军的高价值战略力量。要不是夏威夷乃至本土以及迭戈加西亚与澳大利亚起飞从2个方向赶来的战略轰炸机，要不就是海军的航母打击群与搭载巡航导弹的核潜艇。这本质上是一场广义的纵深打击能力与广义上的远程截击能力的比拼。在这个方向上，并不会有太多典型的战斗机与战斗机之间的空战，空中的对抗形式主要是在预警机与其他预警指挥力量协同下的歼16、歼20等重型歼击机能否配合雷达哨舰与前出地岛，截击美军在有限战斗机护航之下的战略轰炸机。海上的对抗则是重点，要看我军历建多年的远程火力战体系能否有力地杀伤部署在2条岛链之间机动的美军航母。水下的对抗同样也是核心，海空军的反潜能力能否有效消灭渗透的核潜艇，也将改变胜负的天平。在台海、南海方向，我们在空中力量上对当前的美军是有限的优势的。美军的战术战斗机部队除了2-3艘航母与2-3艘两栖攻击舰提供的100余架外，就只能依赖于菲律宾的有限基地。
或者从关岛方向空中加油了。所以我军在这个方向上每日可用架次数会比美军有至少3至4倍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美国人配合 B-21 的量产与战斗力形成反复延期，美军又缺少能穿透我军由舰艇编队、岛礁雷达站、岸基预警机组成的联合预警网的打击力量，来避免被我军优势数量的歼16与歼20截击。在远程火力战打击美军水面舰艇群上则有相当的信心。随着天基新一轮光学与电子对海卫星组网的逐步完成，以及空基岸基多手段对海能力的不断增强，我军对第一岛链外的大型舰艇编队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监视能力，配合航母为核心的舰艇编队以及空军的无侦8与火箭军的东风26侦察弹等装备，也能完成目标确认与火控参数确认的任务。整个反航母00DA 循环已经相当完整，对将美军的航母打击群拒止在威胁范围外这一目标是能比较好的实现的。至于说反潜作战的问题，美军能够携带大量巡航弹，乃至未来可用携带大量高超音速导弹的高性能核潜艇，确实是个相当大的威胁。要说空基远程打击手段，还可以靠歼击机的远程潜出截击，配合海军舰艇与其他防空部队化解，还可以靠火箭军与空军的火力突击去削弱。航母打击群随着我军火力战手段的不断增强，也成了易于对抗的目标。反潜作战这事儿就属于无论如何强化都不能说足够了。但目前受限于国内造船工业导致的船只修理维护能力不足的问题，美军的可用核潜艇数量也是相对有限的。即使算上未来的澳大利亚，那么数个前进基地合计能动用的核潜艇数量也只有寥寥10几艘。我军前几年批量下水的大量056A， 逐渐开始向护卫舰支队普及的054A， 配合岸基大型固定翼反潜机，基本能够维持对敏感海域的常态化巡逻。这样核潜艇纵深打击对美军而言也很高危。所以总体来说，靠着东部战区与南部战区配合火箭军力量，在东海与南海方向，我军是相对有信心的。而半岛方向与台海、南海方向面临的环境则不大一样。在这个方向上，美韩军将会以地面和空中力量的参与为主。在黄海、东海北部、日本海这个范围内，实在是没有海军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最多就是中小型水面舰艇与常规潜艇之间的高烈度但小规模的对抗。除此之外，就是美军拿自己能反导的伯克去将韩军不能反导的伯克置换出来。总而言之，这一方向的海战是空中战斗与陆上战斗的一个延伸。从空军力量上看，与台海、南海方向，美军将会以战略轰炸机为核心，展开纵深打击作战不同。在半岛方向上，我军面对的空中威胁是相对多样的，会有大量的美日韩战术航空兵的直接参与。因为虽然半岛上的空军基地缺乏生存性，可以很容易的被火箭炮兵与短程战术导弹给完全压制，但是日本距离半岛足够近，对廉价的远火与短程导弹而言又足够远，其上有大量设施齐全的机场可作为起备降场。美国人也大可以用速干水泥来大战我军的东风17，为战术战斗机的大规模投入创造机会。从空军本身的力量而言，美军在将日韩都捆绑上自己的战车之后，在半岛一线，美日韩能投入包括200至300架5代机在内的600至700架战术机队，对我军的北部战区与作为统帅部预备队的中部战区占有先续优势。但众所周知，制空权是炸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方向上，中美正好与台南海方向攻守易位了。这个方向上，我们有数十架轰6为核心的空机打击力量，以及数个火箭军长岛旅为核心的陆基打击力量。虽然就备弹的角度而言，靠他们完全压制掉日本的所有空军基地很不现实，但将美军的航空兵出动能力削弱1半以上，那也绰绰有余了。在这种态势之下，
我军有预警机以及陆基雷达网的优势，对空中胜利的信心甚至比台海、南海方向更大。而在地面战场上，由于美军的地面兵力主力要留在欧洲增强北约东翼，所以美巴军即使经过战时加强，其作战兵力也不会超过4至5个旅级战斗队的规模，而且还会以斯崔克或步兵旅为主。这就变成了我军入朝作战的3至4个集团军，配合朝鲜人民军4个前线军团，与数个坦克机械化师团，能否在有一定程度的空中优势以及绝对的炮火优势的情况下，防守住美巴军带数十万韩军越过军事分界线北进了？那虎妞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没人觉得不能，甚至不光是没人觉得中朝血盟守不住美韩在没有海空优势情况下的进攻，大家反而都觉得怎么也该再次解放汉城，消灭伪政权，取得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才对。在半岛方向上，如果美军愿意冒着被朝鲜核报复的风险，拖上韩军越过38线进攻，我军则有足够的信心将分兵半岛的美军推下海去，让美军遭遇更大程度的失败。所以美日韩澳联军就联军吧，拆分开来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要多线分兵，虽然各线面临的战场态势不一样，但毕竟总体兵力优势在我们这边呢。而除了在整个东部沿海需要面对美日韩乃至澳大利亚的联合力量外，另一个可能会对我军行动造成巨大影响的，就是喜马拉雅山对面的印度人了。印度人是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中印边境争议地区乃至整个藏区的领土野心，也连续不断地在进行试探。将来若是中美在亚太陷入苦战，印度人当然会动些小心思，在有心人的教唆下，觉得我军自顾不暇，直接动手也是可能的。但动手与动手还是不一样的，印度人的上限也就是搞蚕食，你让他们组织数个战役军团来展开战役进攻，那以他们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能力以及薄弱的后勤，他们是做不到的。既然印度人做不到摆开架势来一场大的，那对印方向则并不需要我军投入太多的兵力。在整个东部沿海已经转入与美军的全面对抗之后，我军只要在高原2线方向采取守势，维持住接触线不后退就好。这一点，我军在西部2个军区的4个合成师，有3个合成旅的兵力就足够了。更何况后方76级作为预备队的5个合成旅还摆着呢。稍有些头疼的可能就是印度空军，毕竟它机队规模真的很大，但好在先进战机不多，未来可见的时间里都不可能太多。所以我军西部战区2个歼20旅和2个歼16旅，配合歼11BG与歼10，靠体系优势以及飞行员质量优势，就足够对印军形成降维打击了。担心这一点，还不如担心到时候印度对美军开放空域，乃至开放基地，让美军的轰炸机能从迭戈加西亚起飞，通过印度领空，从我军薄弱的腹地威胁我国纵深呢。当然，对印度其实也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提前出手进行攻势防御。在决心展开解放战争最后一战之前，利用某一次高原方向印度再度挑衅的机会，主动进行第2次对印自卫反击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场战役应当立足于发动一场规模不小于62年的攻势。在东线方向，针对第5与56 2个山地时，在西线对第14军展开数场歼灭战，逼迫印军退出达旺与列城。这种规模的作战行动，当然就不能只依靠2个军区了。整个西部战区配合中部战区部分部队，并适当进行动员才是合适的。而之所以要将行动规模放在需要进行部分动员上，那是如果展开规模的自卫反击，那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利用西线方向的行动来隐藏我们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的真实目的。在我们与对应方向2线展开战役进攻的时候，即使出现大规模的装备与人员调动，即使出现暂停复员召回退役士兵，即使出现动员预备役，出现军事工业加班加点，
出现血浆库的异动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兆，也能以战略欺骗来让对手认定，这不过是在为对应作战进行的。而美军的航母、美军的其他兵力也会向印度洋方向集结，甚至美军会调动库存展开对应援助。只要在战役行动上协同的好，那美国人的关注点不在亚太，可就要出大麻烦了。到时候美军的航母正好处在动员去印度洋后的休整期，美军的装备库存正好被印度人消耗了一部分。我们在台海方向的行动是可能创造出一个数周甚至以月计的窗口期出来的。总之，在将来的对台作战行动当中，我军肯定是有把握能够打好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战的。但我们也得明白，时间终归是掌握在我们手上的。作为一个后发的尚且在发展当中的国家与军队而言，稳妥慎重终归是最有利的。